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ot Search 1。台北律师公会最近成为了台湾社会与媒体的热门话题，这一切始于他们对立法院审查国会职权相关法案的批评，认为某些立法程序损害了台湾的民主法治。但为什么一个专业组织的声明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和争议呢？首先，台北律师公会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团体，它在台湾法律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当它公开发声，特别是在涉及法律和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其影响力远超一般的专业组织。其次，法律界的声音在台湾民主体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他们的看法往往被视为对法治状态的一种反应。此外，台北律师公会的声明不仅关注具体的法案内容，而且指责了法案审议过程中的不透明和急促，这触动了公众对正义和透明度的需求。在台湾这样一个重视民主程序的社会中，任何可能影响公正审议的行为都会受到严格的审视。然而，与此同时，国民党指责台北律师公会及全国律师联合会被特定政治立场把持，这增加了事件的复杂性。在政治与专业之间的界限模糊时，公众的信任可能会受到挑战。那么，这一切对普通台湾民众意味着什么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觉得法律程序不公或者感到法律服务不透明的情况？你认为台北律师公会的这次行动能否真正影响到你对台湾法治的看法和期待？这种专业组织的声音在民主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让我们一起探讨和评论吧。Hot Search 2。近期，电影《关于你的想法》在台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中年女性与一位年轻男性的不寻常恋情，以及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和批评。但为什么这部电影会在台湾成为热门内容呢？首先，台湾社会在传统与现代观念的交汇点上始终处于动态平衡。随着社会逐渐开放，许多传统观念正被重新审视，尤其是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观念。关于你的想法挑战了传统的爱情框架，特别是涉及年龄和性别角色的期待，这恰恰触动了台湾社会的敏感神经。其次，影片中的女主角代表了现代独立、有事业心的女性形象，她的形象与许多台湾女性的现实状况相呼应。她们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也在探索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这种共鸣使得电影不仅是一部爱情片，更是一部关于个人选择和自由的讨论。此外，电影中对年龄差异恋和社会偏见的探讨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些话题在台湾社会中通常被视为敏感或甚至是禁忌。电影的热议也反映了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最后，电影的热门也说明了台湾社会在对待传统与现代观念的碰撞中的逐步成熟。年轻一代和更开放的社会群体倾向于探讨和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从而推动社会进一步的思想开放。关于你的想法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多元和包容性。那么，你是否曾在生活中遇到过因年龄、性别或社会角色而受到束缚的情况？关于你的想法能否成为启发你打破框架、追求真实自我的一剂良药？让我们在评论区畅所欲言，分享你的想法和经历。Hot Search 3。近日，由于台湾最大的输液产品制造商之一被勒令停产，导致生理食盐水、葡萄糖液和其他关键输液产品出现严重短缺。这一事件迅速升温，成为热搜词，引发了公众广泛关注。
生理食盐水是医院日常运作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物资，用于各种医疗程序，包括手术、治疗和病人护理等。缺乏这种基本的医疗用品，不仅影响了紧急和计划内的手术，还对慢性病患者，如需要定期洗肾的病人，造成了直接威胁。台湾各大医院和医疗机构面临巨大压力，急需找到替代供应来源或其他应对策略。此外，这场危机也暴露了台湾医疗供应链的脆弱性，依赖单一或少数供应商为医疗系统提供关键物资。一旦出现供应中断，整个系统会迅速感受到冲击。这种依赖导致的风险需要通过更加多元化的供应链管理和应急准备来降低。政府和相关部门正在努力应对这一危机，包括寻找新的供应商及可能的进口渠道来补充国内缺口。同时，这也是一个警示，提示需要制定更全面的国家级应急计划，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然而，这对普通民众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或你的家人需要紧急医疗援助，你们又该如何确保能接受到必要的治疗？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和挑战？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4. 在台湾，停电这个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状态描述，它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的运作和民众生活的稳定性问题。最近台南、桃园以及其他地区频繁的停电事件，不仅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还影响了商业活动甚至紧急服务的正常运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系列的停电事件？是设备老化、管理不善，还是电力供应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停电事件频发，不只是一时的不便，它还可能影响到医院的急救设施、学校的教学安排，甚至对交通安全构成威胁。在数字化、自动化不断进步的今天，电力的稳定供应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台湾的电力基础设施是否跟上了这样的需求？对此，政府和相关单位经常提出各种改进措施，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进新的能源技术等。但民众真正感受到的改变有多少？频繁的停电是不是提醒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资于能源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这一连串的问题和挑战，让停电这个词成为了台湾社会中的热门话题。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如何保障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并确保在面对自然灾害或技术故障时，社会运作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这是每一个居住在台湾的人都可能需要面对的问题。那么，你有没有经历过停电带来的困扰？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改善现状，以防未来发生更严重的停电事件？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5. 在台湾，一个科技领袖的去世成为了热搜词，反映了这个人物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的广度。吴国京，这位台湾光照的执行长，不仅在业内享有盛名，更在台湾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一生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台湾青年，成长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关键人物？这一转变背后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努力和挑战？吴国京的职业生涯始于台积电，他在那里的表现已经显示出他非凡的财务和管理才能。后来，他创办了波若威科技，将公司带入台湾光通讯领域的前列。2017年，他更是担任了台湾光照的董事长，之后转任执行长，其领导下的公司成为行业标杆。然而，吴国京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职业成就上，更在于他对台湾科技文化的贡献。他独特的个人风格和对艺术的热爱，使他在科技严谨的世界中显得与众不同。他是如何将艺术与科技的界限模糊，创造出新的思考和创新空间？吴国京的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问题：在快速变化的科技行业中，个人的独特风格和文化理解如何帮助我们在专业领域中保持独立和创新？这不仅是科技领袖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在现代社会追求卓越的人需要面对的挑战。
如何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能保持人文关怀和个性表达？这可能是每个在现代快速发展社会中工作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吴国京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和思考？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